在紐西蘭惠靈頓有一個地方，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魷魚標本和已經滅絕的恐龍蛋。你知道對奇異鳥來說你是什麼味道嗎？讓我們一起逛逛世界頂級電影工作室製作的超大型戰爭展覽，裡面的東西不只能看還能玩哦。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逛一逛惠靈頓最值得去的地方——帕帕博物館。To where we go, to where we go, sun on the trail and the sky says go. To where we go, we go, we go. To where we go, we go, we go. To where the road leads, to where the road leads. Hola Tato， 我是兔耳猫。剛去博物館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我差點沒命嘞。我們剛才在新西蘭第一次被拿刀威脅。我的天哪！鐵跑馬的路上就有一個流浪漢，他就坐在旁邊，然後我經過的時候，他就突然拿了一把刀，就要這樣捅我，有點想嚇唬我，太恐怖了！我馬上叫了一下，然後我就跑走了。威爾說，自從我們拍影片後，天上天天掉素材。那說完緊張的，我們開始進入今天的正片吧。Te Papa 毛利語的意思是蘊藏在這個地方的寶物，它是全紐西蘭最大並且互動性很高，非常適合親子活動。只要你是當地人，門票就是免費的哦，旅客着收35塊，憑票沒看夠的話，隔天還可以再去。首先，我們先來到最受歡迎的加里波利戰爭博物館。這個展覽是和維塔工作室合作的案子。維塔工作室就是制作《阿凡達》《魔戒》等熱門電影的特效公司，想當然裡面一定不簡單。2015年首次亮相就收到了熱烈的反響，本來只想展4年的計劃一直續簽到了今天。去年他有閉館保養一陣子，很多人說2032年可能就是他的最後之戰了，因為很多展品，尤其是巨人雕像，已經到了退役的年紀。這8位巨大英雄是展覽最大的點睛之筆了，我想稱他們為是整個威靈頓必看景點都不為過。細到手上的毛孔啊、蒼蠅啊和傷口都逼真到像活了過來，也許他們晚上真的會在晚上站起來活動筋骨哦。在全黑的背景下，燈光打在主角的身上，耳邊聽着他們的故事，會讓你感覺像穿越到了他們的身邊，而這些故事竟然都是真的。每一處細節都來自於他們的家書啊、日記等等，每一句台詞都充滿了思念、堅持和絕不倒下。那 Te Papa 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可以互動的博物館，很適合手針的人。只要你舉起電話，你就是個被指派任務的接線員，在有效的時間內發出長官要你發送的加密電報。如果你戴上帽子，又搖身一變變成在前線參軍的軍人，穿着行軍的衣服，走在1915年上。若有一天你知道時間的倒數在靠近，在最後的時光裡，你想見的那個人會是誰呢？而你又會寫什麼呢？這就是這個展給你的情緒價值，讓你一直層層進入內心的最深處，不只是告訴你歷史，還要你也加入這場戰役。你知道了，你不能回家的話，那最後的遺言是什麼？然後就拿着這個紙啊，就可以開始寫。比如說，你覺得你這輩子最想說的一句話怎麼樣了？然後你就把它放在這裡來。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寫完的卡片你可以掛在上面，讓愛傳遞下去。旁邊就是介紹打仗有多不容易，消化餅乾真的不能天天啃。就算食物已經腐爛了，在缺糧的情況下，也得硬着頭皮吃下。其中鐵罐不只能儲存食物，還能當收納盒。最讓我驚訝的是，它竟然還能當炸彈呢！你知道鐵罐還立過大功嗎？這個裝置就是用來欺騙敵人的障眼法。當時 Anzac 決定秘密撤兵，但是如果大搖大擺的撤退，敵軍就會乘勝追擊，反而把自己給坑了。因此他們發明了這個 Drip Rifle 兵法。首先在板筋上綁一個繩子，繩子另一端綁着一個空鐵罐，
空鐵罐上面再裝一個裝滿水的鐵罐，在裝滿水的鐵罐底部開一個小洞，讓水慢慢的滴到空鐵罐中。當下面的鐵罐裝滿水變重了以後，就會往下掉，同時拉動繩子，扳機就會被扣下，步槍就能夠自動發射。這樣就會讓敵人覺得對方還有人在防守，因為一直能聽到槍聲，那你就能在夜黑風高的夜晚悄悄的開用啦。這是大家一起上廁所的地方，在不確定的未來裡，可能最放鬆的時刻就是和戰友一起上廁所，放着腳，抽着煙，討論着戰後要去哪裡吧。旅程結束後，你可以拿這個小紅花，寫上你今天的感想和想說的話，放入最後一位英雄的池子裡，致敬那些為國捐軀的人。看完展覽，我感覺心情蠻沉重的。現在還是有戰爭正在發生，比如俄烏戰爭、以伊戰爭，他們現在發生的可能就是這個戰爭想傳遞的訊息，又或者更恐怖。因為現在的武器又更進化了，顯得人類反而像更不值錢的戰爭犧牲品。整個展覽讓我對軍人心生敬畏，也很感激我不需要上場作戰。戰爭真的會讓人忘記愛，但我們又在廢墟中找到愛。看完沉重的，現在我們來看一點好玩的，平復一下心情。下個館主要是介紹動物，空鳥。它是生活在紐西蘭的巨型大鳥，可惜的是它已經滅絕了。想象一下，一隻接近1層樓高，重量甚至可能是鴕鳥的2倍，曾經就在這片土地上漫步了數百萬年內，現在只能通過現代的技術去還原它當時的體態和生活環境。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還能看到真正的空鳥蛋，這可不是複製品哦。而它的遠親竟然是紐西蘭比它體積小好幾百倍的奇異鳥。在紐西蘭，原來奇異鳥還分那麼多品種誒，因為紐西蘭長期沒有它的天敵，因此它的翅膀就慢慢退化。如果它摔倒了，要怎麼站起來呢？奇異鳥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鼻孔在嘴巴的那邊，也就是它的喙前端，它會把長長的嘴插入泥土，用聞的方式找到好吃的蚯蚓和小蟲。因為人類的到來，我們帶來了狗啊、貓、老鼠等外來種，讓奇異鳥面臨的瀕臨絕種的危機。目前有在做繁育計劃，並且很成功。因為我們已經失去恐鳥了，不能再讓下一代只能在博物館看到奇異鳥。你知道奇異鳥的蛋不合比例的大嗎？鳥媽媽會生下一個佔它體重20% 的蛋，就好比一個60公斤的準媽媽背着10公斤的寶寶，直到娃娃墜地。你以為你沒有體味，但是在奇異鳥面前，這就是它感知你的味道。好惡心的味道，怎麼惡心？這裡展示了一些鯨魚骨頭，有些沒有牙齒的鯨魚會用它的鯨鬚吃飯。這裡展示了很多不同種類的鳥，這個是紐西蘭多樣化的鳥世界。如果你是賞鳥愛好者，紐西蘭一定是你不能錯過的地方。另一個展介紹了板塊運動啊，火山為什麼會噴發，以及地震是怎麼形成的等等。因為這邊是位於2個板塊的交界，每天幾乎都會有地震，但是絕大多數都讓你感覺不到。很久以前，威靈頓有發生過一場8.2級的地震。這個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地震，它還讓部分海岸線抬高了數公尺。在這裡，你可以透過動手玩的方式學習。其中地震屋正在維修，它其實已經維修好久了。裡面在模擬地震的同時，還教你如何避震。裡面一瓶瓶的水是來自不同環境，只要你轉動把手，就可以看到詳細的介紹，並告訴你是不是可以生喝。這個是 Te-Papa 非常有特色的展品之一——巨星魷魚。噔噔，霸王酸漿鱿只生活在非常寒冷的地方，比如這隻就是在南極捕獲的。我們幾乎沒有機會在自然環境下看到它。它的眼睛就跟一顆足球一樣大哦，重達500公斤的它，卻還只是個未成年。你能夠想象在海的深處可能還有比它更大的存在嗎？這個是巨型魷魚的喙，大吧？那你可能就會好奇，這麼巨大的體型是不是就沒有天敵了？天敵的確不多。
尤其是他的生活幾乎接近在水的冰點。但是我們對他的了解真的太少了。科學家認為抹香鯨很有可能就會捕獵大王酸漿魷，因為在抹香鯨的體內曾經發現過它們的喙，很多抹香鯨身上也都會有圓形吸盤的痕跡，這個就是和大型魷魚搏鬥留下來的痕跡。你看它的觸手不只有吸盤，還有鈎子，跟我的食指一樣長。不用做美甲了。在捕獲獵物的同時，可以用鈎子牢牢牽着獵物。Te Papa 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公開展示並且保存完整的大王酸漿魷。它的喙可以輕易地咬碎獵物，也許在幾百年前，水手口中的海怪或許並不是幻想。這個應該可以給50個人吃哦，50個人的大小。不知道這個泡酒味道怎麼樣？一些餐廳啊會專門吃這個，吃這個喙啊，然後這不是相當於它的牙嗎？一般都拿去炸，然後炸了濕了，然後這個會我們會叫它龍珠。哇！所以說，如果你看到有一道菜叫龍珠啊，所以它全身上下都可以吃的。那我要說我要吃7龍珠的話，是不是就得消耗7個章魚？對，聰明。這是藍鯨1:1還原心臟，小朋友很喜歡在裡面蹦蹦跳跳，連大人都忍不住要摻一腳。光是一條血管就可以讓一個成年人在裡面溜滑梯哦。這個就是我們的 Treaty of Waitangi， 是英國人和毛利人所簽訂的條約。然後這一天呢，也被定為 Waitangi Day， 也是我們的國定假日。懷湯伊條約是紐西蘭非常重要的歷史。1840年，毛利部落領袖和英國王室在這裡簽署了協議，改變了紐西蘭的未來。但因為英文版和毛利版有翻譯問題，導致雙方的認知不一樣，因此這件事情一直到現在還在爭論。前幾年有一個男的帶了一大桶黑漆，用垂降的方式把英文版的懷湯伊條約刷得一塌糊塗。當時抗議者的訴求就是翻譯問題。為了保護抗議者的安全，管理員還讓他把漆刷完了，垂降結束了以後才逮捕他和他的同夥。這真的是太和平了。我記得剛潑漆沒多久的時候，我那時候還跟家人一起去，當時我媽就問我，這個展品怎麼怪怪的？我還給了，我跟她說啊，就長這樣子啊。我媽就說，那油漆還沒有乾，就讓它這樣留下來哦，這展品也太 low 了吧。然後我看到有記者在採訪，我才知道原來是被潑漆了，事情這麼大條。這個展主要是展示周邊其他海島的文化和藝術品，是不是和毛利文化有點相似呢？因為他們都是南島語系呢。有些毛利文化傳承的東西不可以拍，因為他們被視為了祖先記憶和精神連接的一部分，被拿出來消費當成商品是絕對不允許的。因此在逛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告示牌。也太豪橫了吧！用黑金豹的殼做地板裝飾，我都不敢想，如果我家也這樣用，家裡會有多漂亮。黑金豹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五彩繽紛的殼，只要好好打磨，就可以做很漂亮的裝飾。毛利文化中也常用它來當做木雕人物中的眼睛。這裡你可以模擬駕着瓦卡探索未知的海洋。古人靠着星辰、海浪和風向，在沒有現代儀器的年代，完成了令人難以想象的航行，教你怎麼用手測量距離，還有不同種的捆綁技巧，可以從零開始學習怎麼當摩阿娜。隨着移民的開放，不同族群的人也慢慢來到這片土地上組建家園。大家各自把自己的文化帶入，從剛開始的割裂、融合，直到多元文化，這都是多代移民的努力才能贏得當地人的一席之位。這個叫坡納姆或是 greenstone， 就是我們常說的綠石，但它其實是一種軟玉哦。它很常被加工成斧頭啊、銀蕨或者是神靈形象。這種玉只存在南島，並且採集和管理只有毛利部落的頭頭說的算。它也是紐西蘭旅遊的必買清單之一。
入境有些啊，什麼東西能帶，什麼東西不能帶，以及什麼東西會藏在你的行李箱吧。哦，這個是不可以帶進來的，這個飛蛾。港區的水果不可以，不能入境。香蕉不可以，香蕉裡面藏了一個蝙蝠。這裡面應該是有害物質。哇，這就是那個白蟻，因為這木頭的嘛，木頭裝置，然後這樣你看都被白蟻啃死過，然後這也不行。看看那個 pineapple 裡面有什麼吧。噔噔，有一個大蜘蛛。這邊對那個海關，這邊海關啊，還有對你的行李檢查，其實都特別。所以如果你們要來的話，我盡量建議大家不要帶，一些比較容易中標的東西，尤其是食物，絕對不要帶食物來。能盡量避免麻煩就避免。前幾年我的小侄子和我媽一起來找我玩，當時他就3歲。我們在休息的時候，他突然拉着阿嬤的手，一直要阿嬤走去這個照片牆，因為他看到了不得了的東西。他就很認真的看着阿嬤，指着一張照片說：“阿嬤，這個是叔叔的家嗎？”我們全都笑瘋了，因為他很嚴肅的在等着回答，他是很認真的在問呢。我看着我也說：“哦，原來這就是小孩子眼中叔叔的家。”這裡真的是鳥居耶，而且很有創意的點是，它用鳥巢的設計來展示它的目的，裡面收集了各種特有鳥的叫聲，搭配上暗光設計，再來個睡袋，我就可以睡覺了。今天什麼展品最吸引你呢？關注我，每周5帶你逛一個景點。我們下周見，我是兔兒貓，呼咪耶。呼耶，太氣耶！